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为你读诗，我是谭健次。天气一冷，人也变得倦怠了，大部分时间只想待在家里，用着火炉取暖。今晚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诗歌来自诗人里尔克的《冬日》。我爱往昔的冬日，再不是因为山野活动。天气有点冷，可那是多么坚强俏丽。用一分勇气去冲刺吧，为了重回到家，看星空雪白，闪烁猎人的刀带。火围着这巨大的火，我们心里都有了安慰。这是一盆熊熊的火，真正的火焰。字写得歪歪斜斜，手指头冻僵了。快乐的梦思和交谈勾起多少过去冬日的回忆。多留恋一会儿吧，回忆来了，这样近，我看到的比夏天更清晰。冬天，什么色泽都隐藏在内部，大地成了一幅木刻的画针。林木悄悄地在自己家里工作，对着灯。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为你读诗，我是谭健次。岁暮时节，人很容易想起过去，想起平日里因为工作而疏于联系的朋友。他们过得还好吗？最近有没有发生一些新鲜的事儿？今晚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诗，来自诗人伤琴的《岁末寄友人》。久远了，很想念。忽然忆起麦高文街双柳园，庭前参差的草地，此时该以为白雪摆平了。春来又会飘着黄雪，那便是蒲公英。他们总会领先早我一步抵达你门前，便对迟到的我说，下次别再待在桥上看逝者如斯的爱荷华河水。德布克的小山岗我是去过的，只不知围绕着你们新居的会是什么乔木。叶落尽，枝青了，雪会把它们弯来你们的窗前吗？
朋友，晚上好，欢迎来到为你读诗的回声电台，我是谭健次。生活中常有人感叹，这日子过得太平淡了，而在汪曾祺先生看来，淡恰恰是最浓的人生滋味。今晚我想与你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先生的话。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，或者如姜白石所说，世间小儿女。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，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，这结果就是淡。随遇而安，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，安也是不得已，不安又怎么着呢？既已如此，何不想开些？如北京人所说，哄自己玩儿，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，生活是很好玩的。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，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，父母叫人敬畏，儿女笔管调直，最没有意思。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，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。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，是愚蠢的，而且可恶。另外，作为一个父亲，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。我们在街上很难深入这种生活的里层，只能切切实实地体会到，这是生活。我们在街上闲看，看卖木柴的，卖木炭的，卖粗瓷碗，卖砂锅的，并且常常为一点细节感动不已。在寂寞的羁旅之中，看到这几片绿叶，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喜欢。这几片绿叶使我欣慰，并且并不夸张地说，使我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。人世间有许多事，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。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，觉得很有意思，会扑哧笑出声来。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，便挺幽默。富于幽默感的人，大都存有善意，常在微笑中。今晚的节目先告一段落，我是谭健次，在为你读诗的回声电台与你说晚安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为你读诗 Love Radio， 我是谭健次。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不知不觉，我们已经踏入了4月中旬。春光终将逝去，但生活依然。或许，爱自己，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。我想把诗人亚楠的小诗读给你听。这个春天，什么花儿又最能代表你的心情呢？这时候，暖阳梳理了记忆，
而持续的安详着色，仿佛一道光亮把夜幕拉开。在阿里马里，杏花凋谢了，这残缺的花瓣把影子依偎成风景，相互取暖，等待另一场风呼唤自己的名字。可是时间给了我那么多遗忘，也会在经年累月之后，在梦中，在一个人的忧伤里，就像一只船泊在风中。旷达的宁静簇拥我，或者让漂泊的心落到低处，并接受土地的恩赐。可是我只能站在这里，听暮鼓晨钟。依稀往事沉浮，就像一缕月光射入水底。而此刻，桃花盛开了，满园春色皆是我的柔情。啊，来吧，你还在等待什么？春光终将逝去，在这辽阔的安详里，唯有爱可以为我们疗伤。借我一个暮年，借我碎片，借我瞻前与顾后，借我执拗如少年，借我后天长成的先天，借我变如不曾改变，借我素淡的世故和明白的愚，借我可预知的脸，借我悲怆的磊落，借我温软的鲁莽和玩笑的庄严，借我最初与最终的不敢，借我不言而喻的不见，借我一场秋啊！可你说这已是冬天。选自木心，借我。大家好，我是谭健次。虎年到，福气到，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。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首来自诗人顾城的《我是你的太阳》。我在悬浮的巨石间移动，我没有自己的光，尘埃在北方营地上隐隐消失，我没有一丝光亮，血液像淡淡的河水，一路上垂挂的是清晨的果实，在生长中轻轻回转，把潮湿的多足虫转向中午。草叶和打谷场爆出白色的烟缕，我知道红沙土的火将被鱼群吞噬，在近处游着我的中指。我知道昏约投下的影子，所有海水都向我投出镜子。大平原棕色的注视，你的凝视使气流现出颜色，在你的目光里活着，永远被大地的光束所焚烧。为此，我成为太阳，并且照耀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虎年祝大家虎年行虎运，虎年展虎姿。
青年文摘的读者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演员谭健次。今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段毕飞宇老师的文字《水上行路》。无论多大的事情，哪怕这件事看上去远远超过你的能力，你也不要惧怕它。不可能时常是一个巍峨的假象，在它启动之后，一定会产生顽固的巨大无比的惯性，你自己就是这个惯性的一部分。只要你不停息，不可能就会成为可能，并最终成为奇迹。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，水从来都不着急，他们手拉着手，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。你有没有挑战过自己的不可能？快来跟我分享吧。重要的东西，眼睛是看不见的，就像花儿一样。如果你喜欢一朵长在某颗星星上的花，那夜里看天空就会很温馨。所有的星星就好像开着的花。比如你下午4点来，那么从3点起，我就开始感到幸福。时间越临近，我就越感到幸福。有一天，我看了44次日落。过了一会儿，你又说，你知道，忧郁的时候，人是喜欢看日落的。当然了，我的那朵玫瑰，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会以为它和你们一样，但它单独一朵就胜过你们全部，因为它是我浇灌的，因为它是我放在花罩中的，因为它是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，因为它身上的毛毛虫除了2-3条要留着变蝴蝶，其他的都是我除掉的。因为我倾听过它的哀怨，它的吹嘘，有时甚至是因为它的沉默，因为它是我的玫瑰。小王子，法国作家安托万·德圣·埃克苏佩里，于1942年。我很久没回北海了，从12岁开始离家，北海就成了记忆中一个温暖的梦。梦里有一片繁盛的红树林，海鸟极其喜欢这里，飞得累了，便落在树上休憩。但渔人们是不知道的，乘船路过此处，便惊起一滩鸥鹭。一时间，蓝天碧海，红日白沙，群鸟飞天。远处的岸边，海潮才刚刚退去，赶海的人们捡拾贝类海鲜，装满身后的箩筐。红树林则静静伫立，随潮涨潮落，调整着自己生命的节律。沿着红树林一直往下走，便能走到银滩。早晚的银滩有着不一样的面容。小时候，我喜欢华灯初上时它的喧闹。海滨浴场总是人来人往，像露天开放的游乐场。这里活动很多，
摩托艇在海面乘风破浪，掀起的浪花搅碎夕阳的光芒，碎金一般铺满整片海洋。银滩的沙是极软的，孩子们喜欢撒欢奔跑，跑得累了就拿起铲子挖贝壳螃蟹，或是去玩碰碰船。长大后，我更喜欢天边破晓时的银滩。伴随着第一缕晨光，银滩开始发光发亮。脱了鞋，沿着长长的海岸线一路走下去，路过古朴的竹楼，幽静的林荫小道，也时常会碰到鸽群。走得累了，便席地而坐，或是干脆躺下，听海的声音，一浪接着一浪。银滩接着海，海上飘着渔船。北海人世代靠海吃饭，对海洋心存敬畏。桥港码头便是渔民们傍海而居的起点与终点。清晨5、6点，大部分人还在睡梦中，已有渔船靠了岸，海鲜一筐筐搬下来，铺满一地，种类繁多。一时间，讨价声、吆喝声不绝于耳。这是渔民们一天生意的开始。天气太冷的时候，船工们会趁着此时点燃篝火取暖，火焰跳动，迎接着旭日的到来。接下来的一整天，桥港码头都是忙碌的，有船靠岸，便有船再度出发，直到天边出现晚霞，夕阳染红了桥港，码头还在等待远行的渔船归港回家。桥港风情街紧挨着码头，一到傍晚，它便鲜活了。招牌点亮，炊烟升起，食物的香味飘出，绵延不绝。这条街从小就走，再熟悉不过。一定要去的便是南桥卷粉。北海的小吃很多，我却独爱卷粉。小时候上学路上，总会在一家流动卷粉摊上买几条卷粉。卖卷粉的是一位大姐，骑着3轮车走街串巷。后来去了北京，再回来时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她的踪迹。这时，南桥卷粉变成了我的慰藉。吃了卷粉，往前走几步，隔几家店便是有间冰室。他们是桥港风情街最有名的糖水铺，店里也有做海鲜，烤生蚝、酸笋炒长尾螺。一边吃着，还能听见老板同熟客打起招呼。也不知道他们为何记忆这般好，总能过目不忘。我离开北海多年，却时常梦见桥港镇的夜。满街人群熙攘，摩托车分开人流，自在穿梭。而我站在拥挤的人潮中，流连于繁盛的烟火间。抬头看见一轮满月，他们在对我说着
欢迎回家。每一个梦都值得被尊重。欢迎来到枕边的爱豆，我是今晚的哄睡体验官谭健次。你和你身边可能会有在城市里打拼了一整天，或充实，或辛苦，或疲惫，甚至很糟糕的人。夜不能寐，需要鼓励和安慰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睡前故事是来自微博网友阿 K 的咖啡不加糖的投稿。感谢光芒给了我们蜕变的勇气。手边一杯刚刚泡好的下午茶，桌上一本从书架上精心挑选的书，靠近阳台边上的一把藤木椅，这些便是我闲暇午后所有的陪伴。一阵风吹来，书页被轻轻地撩动，这仿佛是大自然独有打招呼的方式。在没有繁杂课业的午后，我喜欢这样享受安逸的片刻，享受阳光洒在身上的感觉。时间蹑手蹑脚地溜走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温暖的阳光变成了落日的余晖。每一天的夕阳都有所不同，有时像是橘黄色的水粉泼洒了藏蓝色的天空，而后橘黄色渐渐消退，只留下云际斑斑。有时像是橙红色的颜料混合了一缕金黄，勾勒于空中，而后橙调缓缓散去，幻化成淡粉盈盈。夕阳不断地变化着，正如自然界中的万物。树苗经过雨露的灌溉，变得枝繁叶茂；花草经过风霜的打磨，变得欣欣向荣。而人们也在经历着成长与蜕变，从孩子变成父母，从学生变成师长，从讲述者变成倾听者。每一次蜕变都是一个选择，每一个选择都需要勇气。泰戈尔在《飞鸟集》中写道，黑云受光的接吻时，便变成天上的花朵，而这束光就是对生活的希望与憧憬。正是这份希望赋予了我们勇气，鼓励我们迈出新的一步，做出新的抉择。岁月轻轻地雕琢着人们，将我们塑造成不同于以前的样子。我的老师曾说，10年后你们都会变成升华版的自己。想必这个过程就是黑云接受了光的洗礼吧。天上的花朵回头看看黑云，一切似乎都变了，但那份对美丽的执着，对光明的渴望，还是一如既往。好梦，晚安。
岁末将至，许你一场冬日限定版梦境，跨越天南海北的惦念，守护你的每一夜好眠。你好啊，我是谭健次，今天想邀你走进一场冬日专属的香甜梦境。这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冬日傍晚，没有学业功课的压力，也没有紧急事项的追扰。饭后的餐具都被收拾妥当，洗净的衣服已在阳台晾好。平日里没时间追完的电视剧，也正巧看到了大结局。一切都被你妥善安置。你静静享用着这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自己的时光，不追不赶，不慌不忙，内心柔软又宁静。窗户外寒风飞雪，暮色苍苍，天地一片素裹银装。房间里暖炉嫣红，安闲自在。烧好的热茶在胡子里咕嘟咕嘟地冒出生气，你整个人都陷进松软的沙发里，闻着刚洗过的毛毯，散发出薰衣草的香气。随手拿起一本小说，放任思绪随主人公一起遨游山川湖海，看遍异乡风景。嬉笑怒骂，热泪盈眶，怦然心动，都因他而起，皆随他而去。任凭窗外风雪萧萧，屋里都自有一片天地。此刻指尖与书页的摩挲声，令人恍惚抽离，又熟悉安心。时间还在按照你喜欢的方式走入冬夜，在历经情绪的风起云涌后，你有些困了，眼皮缓缓变沉，眼神慢慢游离。书上的文字却好似突然学会了跃动，逐渐飘扬在你的意识之外。半梦半醒间，你打了一个哈欠，再打了一个哈欠，任凭睡意汹涌袭来。不知不觉间，你的小猫咪钻进了你的怀里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。它探着毛茸茸的脑袋，蹭了蹭你的脸颊，再把软乎乎的爪子搭在你的胸口上，轻轻喵了一声，软糯糯的，懒洋洋的，好像在说：夜深了，睡吧，睡吧。小猫伸了个懒腰，抬起快睁不开的眼睛看了你一眼。你轻轻抚摸着它暖融融的肚子，它尾巴也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着你。在房间里闹腾了许久的它，现在大概也疲惫了吧。你像哄婴儿入睡一般，把小猫送进了梦乡。看着它朝天仰睡，露出肚皮大大咧咧的样子，一股婉转温情在心头蔓延。不一会儿，你的第3个哈欠出现了，眼皮也更重更沉，
一定是很困了吧？那睡吧，缓缓闭眼，放慢呼吸，放松肌肉，清空思虑。此刻的悠然静谧，将在你的睡意里蔓延开去，让你抵达梦境的旅途既深远又惬意。我是谭健次，祝你晚安，梦里有美好的事物等着你。